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你我都不存在的遥远过去，这个蓝色星球曾经是一片死寂的荒原，没有花草树木，没有虫鸣鸟叫，没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更没有任何一双眼睛曾经仰望过那片深邃的星空。那时候的地球就像一颗被遗忘在宇宙角落里的灰色石子，在无尽的黑暗中孤独地旋转着。然后在某个我们无法准确定义的时刻，某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无生命的物质开始活了过来。那些原本只会遵循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的分子，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机缘巧合，竟然组装成了能够自我复制，能够新陈代谢，能够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复杂系统。第一批细胞诞生了，那是这个星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它们微小到肉眼完全无法看见，却携带着一个足以改变整个行星命运的密码。从那一刻起，生命就像一颗被播下的种子，开始在这颗孤独的星球上生根、发芽、蔓延、演化。经历了30多亿年的漫长岁月，那些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逐渐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从深海的热泉口到高山的积雪之巅，从赤道的热带雨林到两极的冰原冻土，生命以无数种令人惊叹的形态填满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问题来了，生命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的？那些构成生命的基本材料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当科学家们试图在实验室里模拟地球早期环境，试图用纯粹的无机物质制造出生命的时候，为什么尝试了无数次，却始终无法真正复制这个过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终极追问。当你在深夜辗转难眠的时候，当你仰望星空，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这个问题也许会悄然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穿越时空的旅程，从地球形成之初的那片沸腾海洋，到深海热泉口那令人惊叹的化学世界，从米勒尤里实验中那道闪过的电火花，到 RNA 分子那令人着迷的双重身份，从化学进化跨越到生物学的那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到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无数其他生命摇篮。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段关于生命起源的深度探索。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慢慢地放松你的身体，让思绪随着声音飘向那个遥远的过去。在开始讲述生命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先把时间拨回到大约46亿年前。那时候的太阳系还处于一片混沌之中，无数细小的尘埃和岩石碎片在引力的作用下相互碰撞、吸附、融合，逐渐凝聚成了一颗颗越来越大的天体。我们的地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刚刚形成的地球可不是什么温馨宜居的家园，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一颗浑身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火球。频繁的小行星和彗星撞击，不断为这颗年轻的星球带来巨大的能量。内部的放射性元素衰变，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热量。整个地球
几乎处于一种半熔融的状态。炽热的岩浆四处流动，火山喷发，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有毒气体，二氧化碳、氮气、水蒸气、硫化氢，还有少量的甲烷和氨气。那个时候的地球表面温度高达数百甚至上千摄氏度，任何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生命形式都不可能存活。液态水无法稳定存在，要么被蒸发成水蒸气漂浮在大气中，要么以极不稳定的形态短暂存在后又迅速沸腾消散。没有氧气，没有臭氧层，强烈的紫外线毫无遮挡地轰击着地球表面，任何暴露在外的复杂分子都会被迅速摧毁。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的种子开始悄然萌发。大约在地球形成后的几亿年里，随着热量逐渐散失，温度开始下降。当地表温度降到水的沸点以下时，一个质变的时刻到来了。大气中的水蒸气开始凝结成雨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场雨持续了可能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雨水汇入低洼地带，逐渐形成了原始的海洋。海洋的形成是一个改变地球命运的转折点。在这颗年轻的星球上，终于出现了一片可以提供相对稳定环境的空间，水温适中，可以隔绝宇宙射线的部分伤害，而且各种化学物质可以在水中自由混合反应。海洋就像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为后来生命分子的合成提供了舞台。不过，早期的海洋可不是什么温和的环境。由于大气中缺乏氧气，海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几乎为零，海洋呈现强酸性，富含各种金属离子和硫化物。海底火山和热泉不断向海水中注入各种化学物质，使得原始海洋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的化学汤。科学家们形象地称之为原始汤。这是生命诞生之前地球所特有的化学混合物。在这片原始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了科学家们几百年的问题。最早的尝试来自18世纪的意大利博物学家斯帕兰扎尼，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把肉汤煮沸后密封保存，试图证明微生物不是自发产生的。虽然这个实验否定了自然发生说，但它也留下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生命不能自发产生，那最初的生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到了19世纪末，法国化学家拉瓦锡证明了生命的化学本质。他的追随者们开始思考一个更大胆的问题：我们能否用纯粹的无机物人工合成出有机物？1859年，德国化学家维勒成功用无机物氰酸铵合成了有机物尿素，打破了无机物与有机物之间的界限。这一突破极大地鼓舞了那些试图揭开生命起源之谜的科学家们。但真正的突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两位年轻的美国科学家斯坦利·米勒和哈罗德·尤里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里设计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实验。他们想要在实验室里重现地球早期的大气环境，看看在那种条件下有机分子是否能够自发产生。这个实验后来成为了探索生命起源的里程碑。1953年，一个名叫斯坦利·米勒的年轻研究生，在他的导师哈罗德·尤里的指导下，
开始了一个注定会载入科学史的实验。那时候的米勒只有23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正在尤里的实验室里从事博士后研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毛头小子即将做出一个让整个科学界为之震动的重要发现。米勒和尤里的实验设计基于当时对地球早期大气的一种理论假设。科学家们推测，地球早期的大气层主要由氢气、氨气、甲烷和水蒸气组成，这些气体都含有氢元素，是构成有机分子的基本原料。在没有自由氧气的还原性大气中，这些简单分子有可能在能量的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合成出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那么能量从哪里来呢？米勒想到了闪电。在地球早期，频繁的雷暴天气会不断向大气中释放巨大的电能，每一次闪电都是一次剧烈的放电过程，能够在局部区域产生数千摄氏度的高温和强烈的紫外线辐射。这些能量足以打破分子中的化学键，让原子重新组合成新的分子。于是，米勒设计了一套精妙的实验装置。他用一个球形烧瓶模拟地球早期的大气环境，里面装入水、甲烷、氨气和氢气，这是他推测的原始大气的组成。在烧瓶底部，他加入了水来模拟原始海洋，并通过加热使水不断蒸发循环。在烧瓶上方的电极之间，它间歇性地通入电流，模拟闪电的效果。每隔一段时间，部分气体会被抽出，并通过火花放电区域模拟大气上层的电离反应。这个实验装置看起来简单的有些不可思议，但它却创造了一个微型的人工地球。加热器模拟了来自地球内部的热量，循环系统模拟了水循环，而电极放电则模拟了闪电和紫外线辐射。米勒把实验装置连接好，通上电，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1周过去了，2周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米勒每天都要仔细观察实验装置，检查各种参数，更换一些老化的部件。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果，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也许只会产生一些毫无意义的杂质。但当他最终分析烧瓶中的液体时，他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在那看似平淡无奇的液体中，竟然检测出了多种氨基酸，那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具体来说，他发现了甘氨酸、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等10几种不同的氨基酸，其中有些是生命体中常见的，有些则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的。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在短短1周的时间里，米勒尤里实验就合成了生命物质的基本构建，科学界为之沸腾，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发现。《时代》杂志甚至把米勒尤里实验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米勒的原始实验装置后来被保存在史密森尼学会，成为了一件科学史上的珍贵文物。2008年，科学家们重新分析了当年米勒留下的实验样本，使用更先进的分析技术，发现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总共达到了20多种。这个结果比米勒当年的报告还要丰富，说明原始实验产生的有机物比最初认为的还要多。米勒尤里实验的成功似乎为生命起源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如果早期地球的大气确实是还原性的，那么闪电提供的能量就足以驱动化学反应，把简单的无机分子合成出生命的基本构建，从氨基酸到蛋白质，从核苷酸到核酸，从脂肪酸到细胞膜。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合适的环境，生命也许真的可以自发产生。然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科学家们在米勒尤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改进和扩展，但始终无法在实验室里真正制造出哪怕是最简单的活细胞。为什么？从无机物到生命，这个过程究竟缺失了什么？答案在于，米勒尤里实验虽然证明了原始地球上可能存在有机分子的合成途径，但它距离真正的生命还差得太远太远。氨基酸只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而蛋白质只是细胞中众多分子的一种。即使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所有类型的有机分子，把它们放在一起，也绝不会自动变成一个活细胞。这就好比我们能够分别制造出砖块、水泥、钢筋和玻璃，却不能说我们已经建造了一座房子。生命不仅仅是分子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目的性的复杂系统。一个真正的活细胞需要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类型的分子，它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位置，以正确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才能完成新陈代谢、生长和繁殖这些生命特有的功能。米勒尤里实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但它只是生命起源长征路上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原始地球的环境可能比米勒尤里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生命起源的过程也远比单纯的化学合成要神秘得多。在米勒尤里实验大获成功之后的20多年里，原始汤假说一直是解释生命起源的主流理论。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早期地球的大气层是还原性的，充满了甲烷、氨气、氢气等简单分子。闪电和紫外线为化学反应提供了能量，有机分子在海洋中逐渐积累，最终产生了第一批生命。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观测数据的积累，这个看似完美的图景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首先是月球岩石样本带来的冲击。1969年，阿波罗11号带回了第一批月球岩石。科学家们迫不及待地对这些来自太空的礼物进行分析。他们发现，月球岩石中保存着数十亿年前太阳风粒子的痕迹。这些痕迹能够告诉我们早期太阳系中气体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当年形成月球的那次巨大撞击，携带到月球上的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氮气和水蒸气，而不是甲烷和氨气。进一步的证据来自地质学家对古老锆石的研究。锆石是一种极其稳定的矿物，能够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保持不变。科学家们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发现了年龄超过40亿年的锆石晶体，分析其中保存的氧同位素比例。氧同位素的比例能够反映当时的环境条件。如果大气中含有大量的甲烷和氨气，由于这些气体的温室效应，地球应该处于相对温暖的状态。但同位素分析显示，
那时候的地球温度要低得多。综合各种证据，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早期地球的大气可能并不是米勒尤里所假设的那种还原性大气，实际情况更可能是，原始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氮气和水蒸气组成，只含有少量的甲烷和氢气，而且由于频繁的火山活动，大气层的氧化程度比预想的要高得多。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如果原始大气是氧化性的，那么米勒尤里实验的条件就不成立了。在一个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和氮气的环境中，简单的放电反应能否产生足够多的有机分子，这仍然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事实上，后来的实验表明，在类似于火星大气的氧化性环境中，放电反应产生有机分子的效率要低得多。这并不意味着生命不可能起源，但至少说明简单的闪电合成可能不是主要的途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量的来源。米勒尤里实验假设的能量来源是闪电和紫外线辐射，但科学家们逐渐发现，这些能量来源可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闪电只能在局部区域产生高温高压的极端条件，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而强烈的紫外线虽然能量充足，但它能够破坏有机分子，却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有机分子的合成。更重要的是，早期地球可能还受到另一种能量来源的影响，来自外太空的有机分子输送。1959年，科学家们发现，在陨石中竟然含有氨基酸和其他有机化合物。1969年，坠落在澳大利亚的莫奇森陨石含有超过70种不同的氨基酸，其中许多种类的分布与米勒尤里实验的产物惊人的相似。这意味着，地球早期的有机物可能并非全部来自本地的化学合成，还有一部分来自太空的星际播种。彗星和陨石在撞击地球时会带来大量的有机物质，这些外来物质可能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额外的原料。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使有机分子的来源问题得到解决，从有机分子到活细胞的跨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氨基酸可以合成，核苷酸可以合成，脂肪酸可以合成，但如何把这些分子组装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能够复制、能够进化的系统，这个问题比任何人最初想象的都要困难得多。1977年，一艘名为阿尔文号的深潜器悄悄潜入了太平洋东部的一处深海，在那里，距离海面约2500米的地方，隐藏着一个令人惊叹的世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植物，没有我们熟悉的一切生命的踪迹。但在海底的裂缝中，一股股滚烫的热泉不断喷涌而出，在冰冷的海水中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黑色烟囱。当科学家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时，他们被彻底震撼了。在那些冒着滚烫热水的烟囱周围，竟然生活着密密麻麻的生物管状蠕虫、贻贝、虾、蟹，它们的数量之密集，即使在热带雨林或者珊瑚礁中也不多见。这是在阳光永远无法到达的黑暗深海，是在地表最荒凉的角落之一，却有着如此蓬勃的生命力。这些生物的能量来源是什么？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热泉生态系统的能量不是来自太阳的光合作用，而是来自地球内部的地热能。热泉口喷出的热水中含有大量的硫化物，这些硫化物被特殊的细菌利用，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有机物。这些细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它们类似于远古时代可能存在过的最原始的生命形式。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科学家们对生命起源的思考。既然在今天的地球上还存在着完全独立于太阳能的生态系统，那么在地球早期，当太阳光合作用还没有产生氧气的时候，生命是否就是以类似的方式开始的？热泉口假说的提出，为生命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这个假说中，生命不是起源于温暖浅海的原始汤中，而是起源于深海热泉口附近。在那里，地球内部的热量和化学能取代了太阳能，成为驱动化学反应的主要动力。与原始大气假说相比，热泉口假说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深海环境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温度条件。热泉口附近的水温大约在60到100摄氏度之间，不会像陆地表面那样出现剧烈的温度波动。这种相对温和的环境可能更有利于复杂分子的形成和稳定。其次，深海环境能够有效地屏蔽紫外线辐射。在地球早期，强烈的紫外线对于复杂有机分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紫外线能够打断化学键，破坏刚刚形成的有机结构。而在深海2000多米的水层，能够吸收几乎所有的紫外线，为化学反应的进行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第三，热泉口提供了丰富的化学能。热泉喷出的液体中含有氢气、甲烷、氨气、硫化氢等还原性物质。这些物质与周围的海水之间存在着化学浓度梯度，就像水会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化学物质也会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扩散。这种扩散过程可以释放出能量。在热泉口的微孔结构中，这些能量被捕获，并用来驱动各种化学反应。现代深海热泉口的研究为热泉口假说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2017年，科学家们在格陵兰岛附近发现了一处距今约37亿年的深海热泉沉积物，这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可能与生命活动相关的地质记录。在同一地区，科学家们还发现了疑似古老生物留下的化学痕迹，一种被称为碳同位素分流的特征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与生命活动有关。更重要的是，热泉口的化学环境可能恰好满足生命起源所需的一些特殊条件。在热泉口的微孔结构中，不同类型的化学反应可以被分隔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这种分区效应在活细胞中是普遍存在的。细胞膜把细胞内外分隔开来，细胞内部又有各种不同的细胞器，每个区域进行着不同的化学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分区，各种分子就会混在一起，很难形成有序的化学反应网络。但是，热泉口假说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最大的问题是，早期海洋可能是酸性的，而且含有大量的金属离子和硫化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机分子是否能够稳定存在，
氨基酸和核苷酸在热泉口的高温条件下会迅速分解，它们在积累到足够浓度之前，可能就已经被破坏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干湿循环的概念。在热泉口附近，当热泉喷发时，环境会经历一个从湿到干的变化过程，而当热泉平静下来后，海水又会重新涌入。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可能创造了生命起源所需的条件。在湿润阶段，各种化学物质在水中混合反应；在干燥阶段，反应产物被浓缩、干燥，有利于进一步的聚合反应。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模拟了这种干湿循环的环境，发现它确实能够促进氨基酸合成多态，让核苷酸连接成短链 RNA。这个发现为热泉口假说增添了新的证据，表明在热泉口的周期性变化环境中，简单的有机分子可能逐渐形成了更复杂的聚合物。当然，关于生命起源的确切地点，科学家们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是深海热泉口，有人认为是浅海火山岛附近，还有人认为是冰冻的极地海洋。每一个假说都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每一种环境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挑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生命起源的环境比米勒尤里实验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多样得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而是一个跨越了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种不同的化学反应同时进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最终产生了第一批真正的活细胞。而要真正理解这个过程，我们还需要把目光转向更微观的层次分子的世界。在米勒尤里实验之后的数十年里，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即使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所有的有机分子，要真正制造出生命，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有机分子只是原材料，而生命是由生物大分子构成的高度有序的系统。什么是生物大分子？它们是一些由大量小分子单元通过化学键连接而成的巨型分子。在活细胞中，最重要的生物大分子包括蛋白质、核酸 DNA 和 RNA、多糖和脂类。这些分子每一个都包含着成千上万个原子，它们折叠成特定的三维结构，承担着生命活动中的各种关键功能。拿蛋白质来说，它是由20种不同的氨基酸通过肽键连接而成的长链分子。不同的氨基酸序列会决定蛋白质链的折叠方式，而折叠后的三维结构又决定了蛋白质的功能。有的蛋白质负责催化化学反应酶，有的负责运输物质，有的负责防御入侵抗体，还有的负责信号传递。在活细胞中，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在协同工作，维持着生命的运转。核酸是另一类至关重要的生物大分子， DNA 储存着遗传信息，而 RNA 则负责把遗传信息转变成具体的生物功能。在细胞分裂时， DNA 分子能够精确地复制自己，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 RNA 负责把 DNA 上的遗传密码读取出来，指导氨基酸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成蛋白质。
这些生物大分子是如何在原始地球上形成的？它们又是如何组织在一起，形成了能够自我维持的系统？先来看蛋白质的前身氨基酸是如何连接成多肽链的。在实验室里，把氨基酸混合在一起并加入能量，它们确实可以自发形成肽键，连接成短链的多肽。但这个过程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热力学问题。形成肽键是一个脱水反应，需要输入能量，而原始海洋是一个充满水的环境，水分子会抑制脱水反应的进行。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矛盾，但如果考虑到热泉口的环境，事情可能就会出现转机。在热泉口附近，海水周期性蒸发和回流会造成局部区域的干湿交替。在干燥阶段，水分蒸发后，氨基酸被浓缩，在高温条件下容易发生聚合反应。而在湿润阶段，水分回流后，多肽链可以进入下一个循环，再次被浓缩和聚合。通过多次干湿循环，短的肽链可以逐渐变长，形成真正的蛋白质样分子。同样的原理也可能适用于核酸的形成。核苷酸是核酸的基本单元，它由一个含氮碱基、一个5碳糖和一个磷酸基团组成。把核苷酸连接成 DNA 或 RNA 链也是一个脱水反应。在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在热泉口模拟环境中，核苷酸确实可以自发连接成短链 RNA。2009年，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报告说，在模拟深海热泉口条件的实验中，他们成功合成了长达200个核苷酸的 RNA 链，这个长度已经接近某些功能性 RNA 分子的大小了。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向真正的生命分子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生物大分子仅仅是第一步。即使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合成出蛋白质和核酸，把它们放在一起，也不会自动形成一个活细胞。问题在于，这些分子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形成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和新陈代谢的系统。在现代细胞中，蛋白质和核酸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专门化的。DNA 储存信息， RNA 执行功能，蛋白质完成具体工作。但这种分工是如何在最初的生命中出现的？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没有蛋白质来催化化学反应， DNA 就无法被复制。如果没有 DNA 来储存信息，蛋白质就无法被准确合成。这个困境催生了生命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假说—— RNA 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在最早的生命中， RNA 分子可能同时扮演了2种角色，它既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又是催化化学反应的酶。换句话说，最早的生命可能完全建立在 RNA 的基础上，而 DNA 和蛋白质是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才出现的。这个假说的提出，解决了一个长期的谜题。RNA 确实具有某些蛋白质所不具备的特性，它既能储存遗传信息，又能催化化学反应。在现代细胞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 RNA 分子具有酶活性，比如核糖体中的 rRNA， 这可能是 RNA 世界留下的痕迹。但 RNA 世界假说也有其局限性。
RNA 分子本身非常不稳定，在没有酶保护的情况下会迅速分解，而且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到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 RNA 分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我们需要解释一堆随机分布的核苷酸如何能够自发地连接成一条具有功能的 RNA 链，而这条 RNA 链又是如何获得自我复制的能力的。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活跃的研究领域。2015年，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创造了一种 RNA 酶，它能够以其他 RNA 链为模板进行复制。不过，这个 RNA 酶只能复制长度为约200个核苷酸的短链，而且复制过程需要持续的氨基酸提供能量，距离真正的生命还差得很远。也许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生命的起源也许不是一条从简单到复杂的直线，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和必然的复杂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同的分子系统相互促进，共同演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细胞。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观点是，生命的起源可能始于更简单的化学系统，这些系统可能不依赖于核酸和蛋白质，而是基于一些更简单的分子，比如金属离子和含硫化合物构成的网络，或者是脂肪酸形成的原始膜结构。这些简单的化学系统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新陈代谢，能够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并维持自身的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科学家杰拉尔德·乔伊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他把生命定义为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能够进行达尔文式进化。按照这个定义，生命不一定需要 DNA 或蛋白质，只要一个系统能够从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能够自我复制，哪怕不完美，能够变异和进化，它就可以被看作是活的。按照这个标准，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创造了多种类生命系统，比如科学家们已经成功构建了由脂肪酸膜包裹的微囊泡，里面可以包含各种有机分子。这些微囊泡能够通过吸收外界的物质来生长，在达到一定大小时，还能分裂成2个小一些的囊泡。这与细胞的分裂有些相似。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方向是合成细胞。2010年，美国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成功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工基因组，并将其移植入一个去除了 DNA 的细菌细胞中。这个细胞能够正常生长和分裂，产生了完全由人工合成 DNA 控制的生命。虽然这不是真正的从零开始创造生命，但它证明了生命的遗传信息可以被工程化改造。这些研究进展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但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生命起源的复杂性。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进步，背后都凝聚了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而每解决一个问题，往往又会冒出更多新的问题。也许生命起源的答案就隐藏在这个星球的某个角落里。在探索生命起源的漫长道路上，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到几乎令人绝望的挑战。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到有生命的细胞，这个跨越可能比我们任何人最初想象的都要巨大。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是一个超级聪明的科学家，拥有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和化学知识。现在你的任务是在实验室里用纯粹的无机物质合成出一个活细胞。你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细胞需要哪些成分？让我们来看看现代细胞的基本组成。一个典型的细菌细胞大约包含3000种不同的蛋白质、数百种不同的脂类、几十种多糖，以及负责遗传信息的 DNA 和执行功能的 RNA。总共加起来，一个小小的细菌细胞中大约含有数百万甚至上亿个有机分子。这些分子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蛋白质需要折叠成正确的3维结构才能发挥功能。DNA 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缠绕在蛋白质周围，形成染色体。细胞膜需要有特定类型的脂类，按照特定的方式排列而成。各种分子还需要被运送到正确的位置。任何一步出现错误，细胞就无法正常运作。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部分。最困难的部分在于，活细胞不仅仅是分子的静态集合，而是一个动态的自我维持的系统。细胞需要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和物质，把它们转化成自身需要的有机分子，同时又需要把代谢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这个过程被称为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新陈代谢的复杂性是惊人的。以大肠杆菌为例，这个常被用于科学研究的简单细菌，每秒钟大约需要进行2000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需要特定的酶来催化，而每一种酶又是有特定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在细胞内部。这些反应被严格的组织和协调着，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网络。如果把细胞比作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人类建造的任何建筑。在这座城市里，有负责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合成代谢途径，有负责处理废物的环卫系统、分解代谢途径，有负责运输物资的物流网络、物质转运系统，有负责信息传递的通信系统、信号转导途径，还有负责复制和分裂的繁衍系统、细胞周期。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座复杂的城市是如何在没有建筑师、没有工程师、没有蓝图的情况下自动建成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审视生命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时，都会发现同样的模式。每一个组件本身就已经足够复杂，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是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让我们来看看细胞膜的例子。细胞膜是细胞的基本结构，它把细胞内部与外部环境分隔开来，同时又允许特定的物质进出。现代细胞膜主要由磷脂双分子层组成，上面还镶嵌着各种蛋白质，负责物质运输和信号转导。磷脂分子很有意思，它们的一端是亲水的喜欢水，另一端是疏水的讨厌水。当磷脂分子被放入水中时，它们会自发地组装成双分子层，把疏水的尾部朝向内侧，亲水的头部朝向水相。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分子们就像被某种隐形的指挥棒引导着，自动排列成了正确的结构。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
如果脂类分子能够自发形成膜结构，那么细胞膜的形成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实际上，科学家们确实在实验室中观察到，简单的脂类分子可以形成类似细胞膜的微囊泡，这些微囊泡被称为原始细胞或 protocell， 它们可能是早期生命的形式之一。但是，形成膜结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让这些膜具有选择性通透性，也就是说，让一些物质能够通过膜，而另一些物质不能通过。活细胞的细胞膜上有专门的蛋白质通道，负责控制物质的进出。这些蛋白质通道本身就已经足够复杂了，而且它们需要嵌入到磷脂双分子层中才能发挥作用。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不同的生物大分子系统是如何学会协同工作的？在现代细胞中， DNA 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催化 DNA 的复制和 RNA 的转录， RNA 负责把遗传信息翻译成蛋白质，而细胞膜则把这一切包裹在一起。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在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科学家们把这个问题称为协同性问题。如果一个有效的生命系统需要多个组分同时存在并协同工作，那么在进化过程中，这些组分是如何逐步组装在一起的？每一步的终产物都必须对生物体有某种程度的益处，否则自然选择就无法发挥作用。但对于生命起源的早期阶段，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半成品的系统能够提供什么优势。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自私的分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最早的分子系统可能并不是为了构建生命而存在的，而是因为某些分子具有自我复制的特性，所以它们会倾向于越来越多。在竞争有限原料的过程中，更高效的复制系统会逐渐取代低效的系统，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细胞。但这个解释仍然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分子系统是如何出现的？它不可能凭空出现，必然是从更简单的化学系统中逐步演化而来的。但在那个阶段，自然选择还没有发挥作用，分子们的行为完全由化学规律决定。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在纯粹的化学规律作用下，如何能够产生出具有目的性的复制系统？也许答案在于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在一个复杂的化学系统中，即使单个分子不具有复制能力，但整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可能表现出类似复制的特性。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时，这个系统能够产生与自身相似的副本，并在过程中发生变异。这个想法催生了整体论视角下的生命起源研究。按照这种观点，生命不是从分子层面开始，然后逐步向上构建的，而是一开始就以某种原始的形式存在于分子网络之中，后来才逐渐分化出了专门化的组分。这种视角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我们也许不需要在实验室里合成出真正的细胞，才能理解生命起源。只要我们能够创造出具有生命核心特征的系统，自我维持，能够响应环境，能够繁殖，我们就可以声称已经理解了生命的基本原理。
按照这个思路，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生命的最小基因组概念。他们试图找出，在所有可能的生物中，需要最少多少个基因才能支撑起一个活细胞。通过对各种细菌进行比较基因组学研究，科学家们估计，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最小细胞可能需要大约250到400个基因。2006年，美国约翰·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宣布，他们成功合成了一段包含381个基因的人工基因组，这是当时最大规模的人工合成 DNA。这段 DNA 被移植入一个去除遗传物质的细菌细胞后，细胞能够正常生长和分裂。这个被称为 Synthesia 的生物，虽然仍然需要宿主细胞的许多蛋白质来维持生命，但它展示了合成生物学的巨大潜力。2016年，同一研究团队报道了一个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他们构建了一个名为 JCVI-SYN30 的最小合成细胞。这个人工合成细菌只有473个基因，这已经是已知的最简单的自由生活生物。去除任何额外基因都会导致细胞死亡，这意味着这473个基因代表了独立生命所必须的最小基因集。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最小细胞，仍然包含着令人惊叹的复杂性。这473个基因中，有149个的功能我们仍然不完全了解，它们可能参与了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生化反应，或者在某些条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发现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已经能够合成出最小细胞，但我们距离真正理解生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命的奥妙不仅在于它的组成部分，更在于这些部分如何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协同工作。在生命起源的众多谜题中，有一个问题特别让科学家们绞尽脑汁：遗传和代谢到底哪个先出现？现代生命依赖于一个精妙的信息处理系统。DNA 储存着遗传信息，这些信息被转录成 RNA，RNA 再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而蛋白质又催化着 DNA 的复制和 RNA 的转录。这个循环被称为中心法则，是现代生物学的基本框架。但这个系统在最初的时刻是如何启动的？让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DNA 复制需要专门的酶 DNA 聚合酶，这些酶本身也是有 DNA 编码的蛋白质。在没有酶的情况下， DNA 无法自我复制。RNA 转录需要 RNA 聚合酶，同样的，这个酶也是有 DNA 编码的。蛋白质合成需要核糖体和各种翻译因子，而这些机器本身也包含 RNA 和蛋白质。你看出了这个循环的困境了吧？如果没有 DNA， 就无法合成蛋白质，但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无法复制 DNA。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类似的困境也存在于代谢系统中。现代细胞的新陈代谢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酶促反应，这些反应需要消耗能量，比如 ATP 才能进行。但在细胞还没有形成之前，能量代谢系统又是如何运作的呢？为了解决这些悖论，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面提到的 RNA 世界假说。RNA 世界假说的核心思想是，在生命的最早阶段，
RNA 分子可能同时承担了两种功能，它既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又是催化化学反应的酶。如果 RNA 能够自我复制，那么在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下，最早的生命可能完全基于 RNA。这个假说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证据——核糖体。核糖体是细胞中负责蛋白质合成的机器，它由蛋白质和 RNA 组成。令许多科学家惊讶的是，核糖体中真正催化肽键形成的活性中心，竟然是由 RNA 构成的。也就是说，蛋白质合成反应是被 RNA 催化的，而不是被蛋白质催化的。这可能是 RNA 世界留下的化石证据。另外一种可能是，代谢系统早于遗传系统出现。最早的生命可能是一套自组织的化学网络，能够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并维持自身的存在。这套网络不需要精确的遗传信息，只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能量流和物质流。遗传系统的出现可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在热泉口附近天然存在的化学梯度可能为最早的代谢系统提供了能量来源。热泉喷出的液体与周围海水之间存在着温度差异和化学浓度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转化为电能，驱动各种化学反应。类似的过程在今天的某些细菌中仍然存在，它们不依赖阳光，而是利用化学梯度来获取能量。如果代谢系统确实先于遗传系统出现，那么遗传系统的出现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代谢系统虽然能够维持自身的存在，但它缺乏精确复制的能力。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某些代谢网络可能无法适应而被淘汰，但那些能够把自身信息记录下来的代谢网络就具有了进化和适应的能力，这就是遗传系统的雏形。当然，这些都只是假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哪种情况更接近真实的历史。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生命起源的过程可能比任何人的想象都要复杂，都要漫长。2017年，一项发表在《自然化学》杂志上的研究，为这个谜题增添了新的线索。科学家们发现，某些 RNA 分子能够催化简单的代谢反应，比如把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分子。虽然这些反应的效率还远远达不到真正代谢系统的水平，但它们证明了 RNA 可能确实具有某种代谢功能。这项发现支持了一个更加综合的观点：在生命的最早阶段， RNA 可能既不是纯粹的遗传分子，也不是纯粹的催化剂，而是一个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混合体逐渐分化，形成了专门负责信息储存的 DNA 和专门负责催化的蛋白质。但无论哪种假说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一件事是清楚的：生命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充满偶然性的自然过程逐渐演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最终目标，没有预先设定的蓝图，只有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这实际上也是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恰恰来源于这种非设计、非目的的演化过程。如果我们试图用工程学的思维来理解生命起源，我们注定会感到困惑。但如果我们接受生命的涌现特性，也就是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我们也许能够找到新的思路。当地球上的科学家们苦思冥想，生命如何在这个蓝色星球上起源的时候，另一种观点正在悄悄兴起：生命的种子可能并不是在地球上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太空搭便车来到这里的。这个观点被称为泛种论或生源说。虽然泛种论这个词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概念，但它确实有科学依据支撑。首先，有机分子在太空中并不罕见。19世纪，天文学家就开始用光谱分析遥远恒星发出的光。他们发现，宇宙中广泛存在着有机分子，甲烷、甲醛、氰化氢、多环芳烃，这些分子构成了所谓的星际有机物。当某些恒星演化到生命末期时，它们会把大量含碳物质抛洒到宇宙空间。这些物质后来可能会成为新的恒星和行星的原料。1959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罗兰·尤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如果星际空间中确实存在有机物，那么这些有机物可能通过陨石和彗星被运送到地球上。这个过程可能为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提供了原材料。几年后，这个假说得到了戏剧性的验证。1969年9月28日，一颗陨石坠落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莫奇森镇。科学家们迅速赶到现场，收集了大量的陨石碎片。随后的分析结果让所有人都震惊了。这些陨石中竟然含有超过70种不同的氨基酸，其中许多种类的分布与米勒尤里实验的产物惊人的相似。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莫奇森陨石中的氨基酸大多是消旋的，也就是说，左旋和右旋的分子各占一半，而地球上的生命几乎只使用左旋氨基酸。这种差异表明，这些氨基酸确实来自外太空，而不是地球上的污染。进一步的化学分析解释了更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些陨石中的有机物包含了多种对生命重要的分子，包括羧酸、羟基酸、磺酸、磷酸，以及一些复杂的芳香族化合物。这些分子可能是在恒星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后来被整合进了陨石和彗星之中。这意味着什么？地球在形成之初可能就被大量的有机物轰炸过。在地球形成的最后阶段，大量的陨石和彗星不断撞击地球，每一颗都可能带来一些有机分子。在那个时期，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处于熔融状态，液态水也不稳定存在。但这些有机物可能在地下或深海找到了避难所，逐渐积累下来。这种星际播种假说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它减轻了地球本地化学合成的负担。如果有机分子可以从太空源源不断地运来，那么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就不需要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内完成，而是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积累足够的原料。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地球在早期接收的有机物可能比之前估计的要多得多。2015年，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不同类型陨石中有机物的含量，发现某些类型的碳质球粒陨石中含有高达数1%的有机碳。考虑到早期太阳系中这类陨石的丰富程度，科学家们估计，在地球形成后的数亿年里，陨石可能向地球输送了数十亿吨的有机物质。
彗星可能是有机物输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彗星主要由冰、尘埃和岩石组成，被称为脏雪球。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冰会升华，释放出被困在冰中的气体和尘埃。这些释放物质中就包括各种有机分子。2004年，欧洲空间局的星尘号探测器飞越维尔特2号彗星，采集了彗发中的尘埃粒子。分析结果表明，彗星尘埃中含有氨基酸、尿素，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复杂的生物前体分子。有趣的是，彗星和陨石不仅带来了有机物，还可能带来了水。地球上的海洋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地球上的水大部分来自外太空，由彗星和小行星在地球形成晚期或形成之后运送到地球上。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水和有机物可能是同时到达地球的，它们共同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星际播种假说并不是万能的，它解决了原材料的来源问题，但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这些原材料如何组装成活细胞？从外太空来到地球的有机分子，即使数量再多，也只是一堆杂乱的化学物质。要让它们变成生命，还需要一个类似于组装过程的步骤。而且，星际播种假说本身也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些有机物最初是如何在太空中形成的？如果它们不能在太空中形成，那么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也许答案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恒星形成之前的星际分子云。在那些寒冷而黑暗的分子云中，简单的无机分子在宇宙射线的照射下逐渐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有机物。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数十亿年，最终产生了足够多的原料，为行星上的生命起源做好了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球上的生命可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宇宙化学演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无数颗恒星周围的无数颗行星上，也许正在上演着类似的生命起源故事。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一个古老的问题总会浮现在脑海中：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是否还有其他生命存在？是否也有智慧生物在他们的星球上仰望着他们的夜空，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属于哲学和玄思的范畴，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正经的科学研究。天体生物学研究地球以外生命的科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投身其中。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宇宙中有多少潜在的宜居世界。银河系中大约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而宇宙中存在着数千亿个星系。仅在银河系中就可能存在着数百亿颗与太阳类似的恒星，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拥有行星系统。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观测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银河系中行星数量的认识。这台于2009年发射的望远镜专门设计用于搜寻太阳系外的行星。通过观测行星零星时引起的恒星亮度轻微下降，开普勒发现了数千颗系外行星，这个数字每年都还在增长。分析表明，
大约1/5的类太阳恒星周围可能存在宜居带内的行星，即与恒星距离适中、表面温度允许液态水存在的区域。考虑到银河系中类太阳恒星的数量，这意味着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可能就存在着数十亿颗潜在的宜居行星。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在如此庞大的基数面前，地球上的生命，如果它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反而需要一种近乎特殊的解释。但是，宜居并不等于真正存在生命。从宜居行星到有生命的行星，中间还有无数个门槛需要跨越。行星需要拥有合适的大气层、稳定的轨道、足够的磁场保护，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决定生命的成败。目前，科学家们正在使用多种方法来搜寻外星生命的迹象。一种方法是分析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当一颗行星从它的恒星前方经过时，一部分星光会穿过行星的大气层，大气中的不同化学物质会吸收不同波长的光，留下独特的指纹。通过分析这些指纹，科学家们可以推断出行星大气中含有哪些气体。在已知的系外行星中，已经有一些候选目标展现出可能支持生命的大气成分。比如，某些行星的大气中含有大量氧气，在地球上，氧气主要由光合作用产生，因此氧气可能是一个有生命的信号。但我们也需要谨慎，因为在某些非生物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氧气。另一种方法是寻找技术签名，也就是外星文明活动的迹象。射电望远镜可以监听来自宇宙的无线电信号，寻找可能是智慧生命发出的模式。激光搜索项目则在寻找外星文明使用强大激光的可能性。而开普勒望远镜的后继者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分析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寻找可能的生命迹象。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内，寻找外星生命的努力也在继续。火星曾经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星球，现在虽然表面干燥寒冷，但可能仍然在地下保存着古老的微生物。欧洲空间局的火星快车号和 NASA 的多个火星探测器正在研究火星的地质和化学特征，寻找过去或现在生命的迹象。木星的卫星欧罗巴和土星的卫星土卫六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浓厚兴趣。欧罗巴的冰壳下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液态水海洋，而土卫六的大气层中含有丰富的有机分子。这两个世界可能都具备支持某种形式生命的基本条件。2015年 NASA 宣布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的证据。在火星表面的斜坡上存在着季节性出现的暗色条纹，这可能是高盐度的液态水流动留下的痕迹。虽然这些液态水不一定与生命直接相关，但它表明火星仍然是一个活跃的世界。土卫六尤其引人注目，它拥有浓密的大气层，表面覆盖着液态甲烷和乙烷的湖泊和海洋，天空中下着甲烷雨。这些条件与地球早期的环境有些相似，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原始地球的实验室。如果地球上的生命能够在这种环境中起源，那么土卫六上也可能发生类似的过程，只是那里的生命可能使用甲烷而不是水作为溶剂。
不过，关于外星生命，最令人着迷的可能性，也许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我们已经发现的某些系外行星，可能拥有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在那些温度极高或极低的星球上，生命可能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在那些大气中含有氨或硫化氢的世界上，生命可能利用完全不同的能量来源。这些可能性提醒我们，生命的定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宽泛得多。当我们在宇宙中寻找生命时，我们也许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一些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生命形式，那些不基于碳、不需要水，甚至不需要阳光的生物。但在我们真正发现外星生命之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问题仍然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连我们自己如何起源都无法解释，我们又怎么能够有信心地去寻找其他世界上的生命呢？在所有的科学问题中，生命起源可能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个。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极其复杂的化学过程，更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是什么让一堆遵循物理定律的原子和分子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在生物学课上，我们通常会学到，生命具有几个基本特征：新陈代谢、生长、繁殖、对刺激的响应以及进化能力。这些特征加在一起，定义了我们所知的生命。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特征时，会发现它们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明确。比如，病毒是一种能够复制自身的感染性颗粒，但它们不能独立进行新陈代谢，它们需要入侵活细胞才能繁殖。从严格的生物学定义来看，病毒是否算作活的，至今仍有争议。这种模糊性提示我们，生命的本质可能不在于某些特定的分子或过程，而在于某种更抽象的性质。也许关键在于自我组织，也就是说，系统能够自发地形成有序的结构，而不是趋向于无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封闭系统总是趋向于越来越无序，也就是熵增。但生命却是一个看起来与熵增定律相悖的现象。生命体是高度有序的结构，而且生命还在不断进化，产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序的系统。如何调和这个矛盾？答案在于，生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生命不断地从外界获取能量和物质，同时向外界排出废物和热量。通过这种能量流动，生命能够维持自身的低熵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复杂的有序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的起源可以重新定义为一个系统学会了如何利用能量流来维持和复制自身的结构。这不是某种神秘的活力，而是一种特殊的物理化学过程。在这个框架下，生命的出现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一个系统足够复杂，能够利用能量流来维持自身的时候，生命就涌现了出来。就像水在0度以下必然结冰一样，复杂化学系统在适当条件下也必然产生活的系统。当然，这种理解并没有让生命起源的问题变得更简单。
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在原始地球上具体发生的。但是，这个框架至少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原则上是可以回答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学家们提出的各种可能的途径。前几章提到的原始汤假说和热泉口假说，分别指向了不同的环境，但无论在哪种环境中，关键的挑战都是一样的：如何把随机发生的化学反应变成能够自我维持和复制的系统。这个问题被称为组织的涌现，也就是说，有序结构如何从无序中自发产生。自然界中存在许多自发形成有序结构的例子。雪花从过冷的水中结晶，斑马身上出现条纹图案，蜂群展现出协调的行为。这些现象都可以用非平衡热力学来解释。化学系统也有类似的现象。当某些化学反应的条件得到满足时，系统会自发地产生空间或时间上的有序模式，比如螺旋波、震荡反应或者沉淀形成的规则图案。著名的别洛乌索夫、扎包京斯基震荡反应就展示了一个简单的化学系统如何产生节律性的颜色变化。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化学系统可能本身就倾向于形成有序结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生命的出现可能不是一个奇迹般的偶然事件，而是复杂化学系统演化的一个必然阶段。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理论是化学进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生命出现之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化学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分子系统相互竞争，竞争有限的原料。那些能够更有效利用能量的系统会逐渐占据优势。在这种竞争过程中，系统的复杂性会逐渐增加，不是因为某种目的或方向性，而仅仅是因为更复杂的系统往往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能量。这种逻辑类似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但发生在分子水平上，并且不依赖于精确的遗传信息。最终，当系统足够复杂的时候，它们可能会获得某种形式的记忆，也就是把自身的结构信息保存下来的能力。这可能就是遗传系统的雏形。一旦遗传系统出现，真正的生物进化就可以开始了。按照这个思路，生命起源不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而是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在早期，化学系统逐渐变得更加有序、更加复杂。当复杂性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化学进化转变为生物进化，这就是生命的开始。当然，这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具体过程，科学家们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问题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继续吸引科学家们的注意力，因为它是人类探索自身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科学家们在生命起源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生命是如何开始的？我们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不过，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科学家们看到了希望的光芒。每一个新的发现，每一个新的理论，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什么，以及我们
还不知道什么。我们已经知道的，地球大约在45亿年前形成，最早的可靠生命迹象出现在约38亿年前。这意味着，从非生命到生命的转变发生在地球形成后的几亿年内。相对于地球45亿年的历史来说，这个时间窗口其实相当短暂。这个事实暗示，生命起源可能并不是一个极其罕见或困难的过程。我们已经知道，在原始地球上，合成有机分子的基本原料是存在的。无论是通过本地化学合成，还是通过陨石和彗星的输送，氨基酸、核苷酸等生命前体分子都有可能在早期地球上积累。实验室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某些化学反应倾向于产生有序的结构，无论是在热泉口的微孔中形成的分子网络，还是脂肪酸自发组装成的膜结构。化学系统似乎天然就具有自我组织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 RNA 分子可能具有催化功能，某些 RNA 甚至能够复制其他 RNA 片段。RNA 世界假说虽然还有争议，但它为遗传与代谢的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我们已经知道，生命可能起源于深海，而不是浅海，或者至少深海环境也参与了生命的起源过程。热泉口假说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可能生命摇篮的想象。我们不知道的最早的遗传系统是什么？它是如何在缺乏精确复制机制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代谢系统和遗传系统哪个先出现，或者它们是否同时演化而来。这个鸡与蛋的困境至今仍未解决。我们不知道生命的化学前身具体是什么，原始汤、热泉口，还是其他某种环境。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地质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从简单的化学系统到第一个原始细胞，具体需要哪些步骤和条件。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类生命系统，但距离真正复制生命起源的过程还很遥远。这些未知并不是失败，而是科学探索的正常状态。每一个未知都代表着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一个可能的突破点。在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各种方法来重现生命起源的过程。有人试图在模拟原始地球的环境中合成更复杂的有机分子，有人在研究 RNA 的催化功能，试图理解 RNA 世界是否真的可能存在。有人在构建人工细胞，测试最小生命系统需要哪些组分。还有人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探索化学系统如何演化出有序结构。这些研究虽然还没有给出最终答案，但它们正在逐步缩小可能的范围。每一次实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相。与此同时，地质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寻找线索。通过研究古老的岩石和矿物，我们可以重建早期地球的环境。通过研究其他行星和卫星，我们可以测试各种生命起源假说的普适性。通过搜索地外生命，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与地球生命完全不同的生物化学系统，从而获得新的视角。在探索生命起源的漫漫长路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距离。
从最初的原始海洋，到米勒、尤里实验的电火花，从深海热泉口的惊人发现，到 RNA 世界的神秘假说，从氨基酸的简单合成，到人工细胞的复杂构建，我们看到了科学家们为解开这个谜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看到了这个谜题背后隐藏的惊人复杂性。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要给出最终的答案。事实是，即使是最杰出的科学家，也无法确定地告诉我们40亿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试图在实验室里合成生命的尝试，虽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仍然无法真正复制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转变。这恰恰是生命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它的出现似乎既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又带有某种超越纯粹物理化学的神秘。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生命才成为我们这个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在40多亿年前的某个时刻，在某个我们无法确定的地点，一堆原本只是遵循物理定律的化学物质，突然学会了如何维持自己，如何复制自己，如何进化。那一刻，宇宙中诞生了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生命。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啊！在那一刻之前，一切都只是原子和分子的随机碰撞。在那之后，有了能够思考这个问题的生物，能够追问我从哪里来的意识，而我们就是那些古老生命的后代，一代又一代，追溯到40亿年前的那一时刻。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着来自遥远祖先的遗传信息，你体内正在进行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每一次思考，都是那个古老时刻的延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40亿年进化的结晶，都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这种视角也许能让我们对生命产生一种全新的敬畏。当我们每天匆匆忙忙的生活，被各种琐事和烦恼困扰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能够作为生命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本身就是一件概率极低、极其珍贵的事情。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刚刚好，距离太阳不远不近，地球的大小刚刚好，能够保持足够的大气层和液态水。地球的自转周期刚刚好，使得温度能够均匀分布。月球的引力刚刚好，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这些刚刚好的条件，使得地球成为宇宙中罕见的生命摇篮。而生命本身更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无数次的环境巨变，无数次的大灭绝，无数次的随机灾难。我们的祖先都挺了过来，把生命的火种一代代传递下来。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生命个体都为你的存在做出了贡献。你的基因里流淌着40亿年进化的遗产。在浩瀚的宇宙时间尺度上，人类文明仅仅存在了几千年，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过几十年。在这个短暂而珍贵的时刻里，我们能够思考宇宙的奥秘，能够感受爱与被爱，能够体验阳光和微风，能够欣赏星空和大地。这些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所以今夜请放下所有的焦虑和不安，你不需要担忧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不需要为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刻耿耿于怀。你只需要安静地躺着，感受自己的呼吸，感受心跳的节奏，
感受身体与床铺的接触。你是生命的奇迹，你值得拥有这世上所有的美好。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无论有多少挑战等待着你，你都有能力去面对，因为你的基因里储存着40亿年的生存智慧。今夜的梦境也许会带我们回到40亿年前的海洋，回到生命最初萌芽的地方。在那里，我们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一部分。晚安，愿你今夜好眠。